里，男人将其的不明液体绑在小腿上，再用裤子遮盖好。回到牢房后，将一堆囚服放进盆里，再倒入投来的液体，经过浸泡，深蓝色的囚服很快变成了纯白色。到了晚上，自由活动时间，越狱小队的成员们聚集到麦克的牢房，将漂白的囚服交给苏克雷，由苏克雷统一保管。一会儿越狱行动时有大用处。当最后一名成员交出囚服，麦克立即下令让几个人堵住牢门，哈茨在里面赶紧卸掉洗手池上的螺丝。很快，放风时间结束，麦克开始分发囚服。年龄最大的老库珀被安排第一个爬进洞口。为了掩人耳目，苏克雷拉下床单，越狱小队所有人立即就位。看到前面的胖子动作缓慢，好心的T-Bag直接伸出援脚。很快，牢房内就剩下苏克雷他们两人。麦克让好兄弟先走，他则拿起事先准备好的一瓶白色粉末塞进兜里。一会儿有妙用，随着洗手池的关闭，憋了一整季精彩刺激的越狱大戏正式开启。但此时麦克看了眼时间，发现他们已经比计划落后了整10分钟，所以他们必须加快速度。在麦克的带领下，越狱小队的成员们迅速跟进，他们佝偻着身子，在宛如迷宫般的管道内行进着，每个人都神情紧张，不敢有丝毫的松懈。可刚走了没一会儿，一声歇斯底里的喊叫声让他们停住了脚步。是刚刚在管道内醒过来的警长贝里克。2名在附近巡逻的狱警隐约听到动静，便立即顺着声音过去巡视。危急时刻，T-Bag反应最迅速，一只手捂住贝里克的大嘴巴，一只手持匕首抵住他的脖子。识趣的贝里克不敢再出声，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着不甘与愤懑。随后，越狱小队的众人纷纷与这位老对手做最后的告别。T-Bag露出他那标志性的变态笑容，无言的嘲讽最为致命。面对如此羞辱，一向嚣张惯了的贝里克心中的小火山似乎马上要喷薄而出。很快，越狱小队来到了精神病区的下方，众人按照麦克的指示穿上白色的囚服，麦克则穿着贝里克的警服不告而别。随后他来到一处角落，将之前准备的白色粉末倒在手上，然后对准一个控制器轻轻一吹，粉末附着的几个按键就是经常被使用的，再根据不同数字排列组合开始破解密码。但他只有3次机会。随着2个红灯的亮起，麦克愈发紧张起来。此时越狱小队的其他人还在焦急地等待着，没有麦克的指示，他们什么也不敢做。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响起，众人瞬间慌得不行，难道是越狱行动暴露了吗？正当他们犹豫要不要返回牢房时，主心骨麦克及时回来了。原来警报声就是他刚刚故意触发的，而且这只是精神病区的火警，并不是整个监狱的警报。如此一来，精神病区的犯人就会全部出来。因为并没有发现火情，狱警们便让囚犯们立刻返回牢房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从井盖下方探了出来。在牢门即将关闭之际，伪装成狱警的麦克带着假扮成精神病人的越狱小队赶来了。刚开始医生并没有感觉到异常，可就在几人就要跟着队伍混进去时，医生大喊一声，全都站住，然后把麦克悄悄拉到一旁，说他在队伍中看到了黑老大。麦克淡定地接过话茬，问他有没有随身带镇静剂。医生毫不犹豫地掏出来递给了麦克。随后众人穿过大堂，来到了精神病区的地下管道。这里的管道可以直通离监狱外墙最近的医务室，但此时的众人都没有觉察到，在他们的身后有一双绿眼睛在死死盯着他们。很快，越狱小队便来到了医务室。此时看守林肯的只有1名狱警。突然冒出来的一群人把他吓了一大跳，他赶紧示弱，说自己只是个时薪10美刀的小角色，不想为此丢掉小命。接着便利索地解开了林肯的手铐，但 T-Bag 还是不放心他，直接一个大摆针将其撂倒。临走时，他看到了那副明晃晃的手铐，这玩意儿得带着，说不定自己能用上呢。终于，越狱小队来到了离自由最近的房间，在麦克的指挥下，成员们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分工合作。先将消防水带的一头绑在窗户上，另一头绑在电梯里。随着电梯的下降，水带越绷越紧，在众人焦急而渴望的目光中，窗户终于被硬生生地拉了下来。只要攀过那条电缆，他们就能重获自由。就在众人脱掉囚服为越狱做最后的准备时，那双绿油油的眼睛又出现了。不速之客的到来让整个越狱小队呆愣在原地。这人正是麦克的精神病前室友，他亮出手上的对讲机威胁麦克。Either I come with, or I make a little person-to-person call here. Haywire, just take it easy.